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杨谈生活诀窍频道。这是菩萨的脚印，这是牛首山文化旅游区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山清水秀，这是牛首山最漂亮的地方。那么两边呢还有喷雾的东西，产生一种云雾缭绕的感觉。那么现在中国的景区呢，设施越来越好，周围非常干净。牛首山山前的全景。也将于每天上午云雾缭绕，犹如仙境一样。我们现在登上了基贤桥，在这个桥上呢，远望远处的牛头山。那么山上有一个塔，那么前面有个小湖，湖里边有一个红色的树，非常漂亮。在桥的左边，虽然有点背光，但是雾气蒸腾，犹如仙境。右边有个小桥，在小湖边上，也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。这边有棵树，非常像一匹马。这上面是个佛顶寺，这个佛顶寺并不是很大，但它本身的建筑风格非常独特。可以看水从龙头里喷出来，这可能也就是我们现代上为什么在家里边叫水龙头。应寺我记得还是哪里，他们那个寺说给乾隆还是康熙开过一次之后，就再也这个门就不会关闭。这是这个寺庙开光4年前开光的时候，邀请了108个非常有名的佛教界的人士来参加开光。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城市层层叠叠。这个长廊叫什么？叫风雨廊。风雨廊。一般寺庙里都建风雨廊。这是它的寺庙的内部花园。
上面是菩萨的头顶的形状，它的设计的理念还是以佛为主。那么上面很像是一个法器披洒下来。这个建筑总共花了3年就建成了，目的是为了储藏那个菩萨的顶骨。这个建筑非常大气，地上呢有3层，地下呢有9层。那么主要是储藏舍利子。那么舍利子呢，平时大家看不到，只有在佛祖的生日或者副部级以上领导来的时候，它才可以开放。这是地下第4层。这是这个地宫的最中心的地带，非常高大上，非常漂亮。总共有1000多个菩萨。这是晚上的灯光晚会。这显示4季。这是另外一个大厅，跟刚才那个完全不一样，这个更加现代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在这个厅里边转了大半圈，
那么走到现在呢，这个菩萨还是面对着我，也就是说他也是在慢慢的转动。这是一个纯粹用丝绸做的壁画，这是在目前最大的一幅。这是全是用不同的宝石来雕刻的。